第136章，为难的克莱恩。不会吧？难道阿兹克先生就是所谓的初代拉姆德男爵？这可是1400-500年前的人物了。不对，怎么肯定画像上的人是初代拉姆德男爵？克莱恩盯着那幅油画，脑海一阵混乱，就像突然发现身边的人全部变成了怪物，或者整个世界只是神灵的一场梦境。他猛地抬起头，盯着面前的黄发中年，伸手从腋下枪袋里取出左轮，沉声说道：“这不是古董，如果你不说清楚情况，我将以诈骗罪逮捕你，起诉你。”他才不管起诉是否归属警察部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恐吓对方，获得信息。与此同时，克莱恩轻扣左边牙齿2下，开启灵视，监控起目标的情绪颜色变化。黄发中年吓了一跳，惊恐含糊的回答道：“不，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古董。不，我听说他是古董，但我并不懂这些，真的不懂。我甚至不认识多少单词。”他眼珠转动，四下张望，似乎想要呼救。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克莱恩调整了转轮和扳机，摆出一副要击毙反抗中的嫌疑犯的模样。他唰的一下挺直腰背，再也不敢到处乱看。你从哪里得到的这幅油画？克莱恩内心沉甸甸的问道。黄发中年嘴唇翕动讨好着笑道：“警官，这是我爷爷从古堡里找到的。40多年前，那里的外墙和2楼房间倒塌，出现了一些物品，以前的人没能找到的物品，其中就有这幅油画。不是这幅油画，原本的油画已经很破烂了，根本没法保存。我爷爷就请人模仿着画了一幅，就是你刚才看到的这一幅，我并没有骗你。40多年前的油画确实能算古董。那你确定这是初代拉姆德男爵的肖像？”克莱恩摩挲着扳机，让对方的视线不敢有丝毫移动。黄发中年呵呵笑道：“我并不确定，但我推测是理由。”克莱恩差点被对方的无耻逗笑，因为油画上并没有标注名称。黄发中年难得正经的回答：“就像我被人叫无赖格瑞，我父亲被称呼为卷发格瑞，而只有我爷爷是真正的格瑞一样。”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道：“你爷爷呢？”“在墓园里，他埋在那里已经快20年了。他的旁边是我父亲，3年前下葬的。”黄发中年非常老实的回答。克莱恩又从别的角度问了一阵后，当着黄发中年的面调整手枪转轮，将他放回了腋下枪袋内，收起警官证件。穿着黑色薄风衣的他转过身体，双手插兜的走向旅馆位置，在两侧房屋内透出的微弱灯光里沉默前行。不确定肖像是否属于初代拉姆德男爵，不知道小镇有没有古堡的确切历史记载，但无论怎样，画像上的那位先生都肯定是古代人，至少1000年前的古代人。他和阿兹克先生除了发型几乎一模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转世。当初阿兹克先生放弃贝克兰德其他大学的职位，来到廷根，或许就有残余本能的驱使。还有另外的可能，比如肖像上的那位就是阿兹克先生，阿兹克先生就是他。想到这里，克莱恩悚然一惊，险些被前方的台阶绊倒。他在被破坏的煤气路灯之下来回踱了几步，结合信息大爆炸时代的见识，根据刚才的猜测做着更进一步的分析。阿兹克先生因为某种原因变成了不死生物，比如吸血鬼，所以从古代活到了现在。不对，哪有古铜色皮肤的吸血鬼？而且我和阿兹克先生握手的时候，能清晰感觉到他的体温，感觉到他体内有鲜血在流淌。他虽然讨厌南方的炎热，但并不害怕太阳，曾经顶着烈日和别的老师组队赛艇。还有这么一种可能，阿兹克先生的序列魔药或者别的因素带给了他漫长的生命，而代价就是失去记忆。考虑到他那完全不同的一场场梦境，是否可以假设他的记忆遗失是循环的，每隔几十年他就会遗忘过去，获得新生，而那一场场梦境就是曾经的他所经历的一次次真实人生。我好像看过类似的小说。要验证这件事情，光靠占卜可不行，必须找到阿兹克先生那一次次人生存在过的痕迹，没有童年少年，直接从成年开始的痕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克莱恩开始倾向于自己的后一种猜测，但转世的可能暂时也无法排除。他收敛住乱糟糟的念头，认真考虑起是否要将这件事情通报队长邓恩。如果阿兹克先生真是活了1000多年的古代非凡者，那他的实力将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他之前提醒我是善意，但我找到他过去的线索后，他是否还会保持善意就很难说了。但阿兹克先生一直对我很好，
贸然引入职业者，有不小可能危害到他。去灰雾之上排除干扰的占卜一次，这才是占卜家最应该做的选择。克莱恩做出决定，加速返回了旅馆。趁邓恩和弗莱还未回来的机会，他花费一苏勒，重新开了一间房。进入房间，克莱恩借助圣叶粉制造出灵性之墙，然后逆走4步，穿透疯狂的呓语，来到灰雾之上。那巍峨宏伟的宫殿安静屹立，古老而斑驳的青铜长桌和22张高背椅没有丝毫的改变。克莱恩坐到最上手，让面前浮现出黄褐色羊皮纸和黑色圆度钢笔。他拿起钢笔，认真书写道：应该将阿兹克先生的事情告诉邓恩。史密斯紧接着，他解下左边袖口内的黄水晶吊坠，做了一次灵摆占卜。这次灵摆占卜的答案是逆时针转动，是不应该告诉。放下黄水晶吊坠，一向从心的克莱恩想了几秒，决定再换梦境占卜尝试一下，务求稳妥。这一次，他的占卜语句变成了在职业者内部隐瞒阿兹克先生相关事情的后果。拿着羊皮纸，默念完7遍，克莱恩往后一靠，借助冥想进入了沉眠。他在那虚幻、朦胧、支离的世界里看见了自己，看见自己正在一片血海里挣扎着下沉。这个时候，一只手伸了过来，将他从血海中拉起，而这只手掌的主人正是肤色古铜、耳朵附近有细小黑痣的阿兹克。画面破碎又重组，克莱恩看见自己置身于了一座黑暗阴冷的陵寝内，周围的棺材一具具敞开。阿兹克站在他的身边，凝望着最前方，似乎在寻找什么。就在这时，克莱恩一下退出了梦境，重新看见虚幻、灰白、无垠的雾气。刚才梦境的象征意义是，如果我替阿兹克先生隐瞒相关的事情，那将来我陷入某次危机的时候会得到他的帮助。这危机可能正是因为帮忙隐瞒才出现的。最后的画面是什么意思？我将和阿兹克先生一起探索某处陵寝。陵寝或许有另外的象征意义。克莱恩双手交叉，抵住下巴，解读着刚才梦境占卜的内容。结合先前灵摆法的结果，他已经决定不向队长汇报自己的猜测，只大概提一句，有位镇民拿出了据说是初代拉姆的男爵的肖像。这和霍伊大学的历史教员阿兹克颇为相似。克莱恩无法肯定邓恩会不会从别的地方听说这件事情，所以必须交代一下。当然，没有阿兹克的诉说，不知道他那一场场奇怪的梦境，与对方并不熟悉的邓恩很难联想到什么。克莱恩甚至怀疑队长已经不太记得阿兹克教员的长相了。想到这里，他收敛住想法，打算离开灰雾之上。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那颗安静许久的深红星辰再次出现微弱的收缩和膨胀。克莱恩颇感兴趣的延伸灵性，重又看见了之前那位说巨人语的少年，看见他跪在一个纯净的水晶球前方。这位少年依旧穿着不同于北大陆各国风格的黑色紧身衣，容貌模糊而扭曲，只隐约呈现出棕黄色的头发。他跪在那里，语气异常痛苦的不断祈求着。克莱恩侧耳倾听，靠着总算入门的巨人语勉强听懂了对方在说什么。伟大的神灵啊，请重新将目光投向这个被您遗弃的地方。伟大的神灵啊，请让我们这些黑暗之民摆脱那宿命的诅咒。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您，用我的鲜血取悦您被遗弃的地方。黑暗之民，伟大的神灵。克莱恩默念着这几个关键词语，忽然想起了倒吊人提过的一个地方，神器之地。罗塞尔的日记里也曾经提到过，他还派出了船队寻找，但没有收获。克莱恩眼睛微眯，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他手指敲着青铜长桌的边缘，3下之后有了决断，伸出右手触碰向那颗虚幻的深红星辰，那团深红立刻爆发开来，光芒如水流淌。第137章白银之城。白银之城停尸大厅，戴里克站在台阶前，双眼发红的看着前方，看着分别躺在2具棺材里的父母。他身前的石板上插着一口银色的简朴直剑，在时不时震的房屋颤抖的雷声里轻微摇晃着的直剑。棺材内的伯格夫妇还没有真正死去，他们努力睁着双眼，时而微弱，时而剧烈的喘着气。但在某些人眼里，他们的生命光彩已无法遏制的暗淡，难以逆转的暗淡。戴里克，动手吧！一位身穿黑色长袍、杵着坚硬手杖的老者望向脸庞近乎扭曲的少年，沉声说道：不！棕黄色头发的戴里克连续摇头，每说一个单词就退开一步，到了最后更是发出撕扯心脏裂开肺部般的惨叫。
咚！那位老者杵了下手杖道：“你想让全城的人都为你父母殉葬吗？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是被神遗弃的黑暗之民，只能生活在这充满诅咒的地方。所有的死者都会变成恐怖的恶灵，不管用什么方法，都难以扭转，除了有同样血脉的人亲手终结他们的生命。为什么？为什么？”戴里克茫然又绝望的摇头问道：“为什么我们白银之城的子民刚一出生就注定要弑父杀母？”那位老者闭了闭眼睛，似乎想起了过往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宿命，这就是我们背负的诅咒，这就是神的意志。拔起你的剑，戴里克，这是对你父母的尊敬。之后，等你平静下来，你就可以尝试成为神血战士了。棺材里的伯格想要开口，可胸部起伏了几下后，只能发出呵呵呵的声音。戴里克艰难的迈步回到了银色执剑的旁边，颤抖着伸出了右手，冰凉的触感传入他的大脑，让他一下想起了父亲外出狩猎时带回来的血冰，仅仅手掌大小的一块就能让房间凉爽好几天。他的眼前闪过了教导剑术时的严厉父亲，闪过了拍着自己背部灰尘的和蔼父亲，闪过了缝补着衣物的温柔母亲，闪过了面对变异怪物时挡在自己身前的勇敢母亲，闪过了一家人围在一起就着摇曳的烛火分享食物的画面。呜！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到极点低沉到极点的声音，右手猛地用力拔起了执剑，噔噔噔。他埋着头冲向前方，高举起执剑，重重扎了下去。啊！一声痛苦的惨叫里，鲜血溅了出来，溅到了戴里克的脸上，溅到了他的眼睛里。他视线内一片鲜红，拔起执剑，又扎入了旁边那具棺材。锋锐的金属穿透了肉体，戴里克松开手，摇摇晃晃站起。他没有去瞧两具棺材内的情况，就像被恶灵追逐着般跌跌撞撞跑出了停尸大厅。他的双手紧紧握着，他的牙齿狠狠咬着，他脸上的血红被冲出了淡淡的痕迹。唉，旁观着这一切的老者叹了口气。白银之城的大街上竖立着一根根石柱，石柱之上悬挂着灯笼，灯笼里面放着并未燃烧的蜡烛。这里的天空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不变的黑暗和撕裂着一切的闪电。靠着闪电的照耀，白银之城的子民们来往于昏暗的道路上，而每天闪电平息的那几个小时则被他们认为是传说中的真正夜晚。这个时候就需要蜡烛来照亮城市，驱散漆黑，警戒怪物了。戴里克双眼发直的穿行于大街，根本没去想目的地是哪里。但他走着走着，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家门口，掏出钥匙，解开挂锁，推动房门。他看见了熟悉的一切，却没有听到母亲关切的声音，也没有遭遇父亲对他乱跑的责骂。屋子内空荡而冷清，戴里克再次咬紧了牙齿，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次翻找出那个据父亲说是一个被毁灭许久的城邦用来祭祀神灵的水晶球。他跪了下去，面对着那个水晶球，没抱什么希望的祈求了起来，痛苦的祈求了起来。伟大的神灵啊，请重新将目光投向这个被您遗弃的地方。伟大的神灵啊，请让我们这些黑暗之民摆脱那宿命的诅咒。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您，用我的鲜血取悦您一遍又一遍。正当他完全绝望，想要站起时，却看见那纯净的水晶球内爆发出一团深红的光芒。这光芒像是流水，瞬间就淹没了戴里克。等到他初步恢复知觉，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巨大石柱撑起的巍峨宫殿里，面前是一张古老而斑驳的青铜长桌，长桌的对面则坐着位笼罩浓郁灰雾的人影。除此之外，四周虚无缥缈空荡，底部则弥漫着看不见边际的灰白雾气和一个个不真实的深红光点。戴里克心底有朵名为希望的火焰被点燃，他茫然又疑惑地望着高踞于前方席位上的人影道：“您是神灵？”问完之后，他豁然想起白银之城通识书籍里的一句话，连忙低下了脑袋。那句话是不可直视神。克莱恩向后一靠，双手交叉握住，姿态悠闲而轻松地用巨人语回答道：“我不是神灵，我只是一个对漫长历史感兴趣的愚者。”早就轻扣了左边牙齿两下的他，发现眼前少年的以太体深处心灵体表层颜色斑驳，没有统一，这说明对方还不是非凡者。愚者。戴里克咀嚼着这个单词，沉默许久才艰难说道：“不管你是神灵还是愚者，我的祈求都不改变。我希望白银之城的所有人摆脱宿命的诅咒，希望天空中出现那些书籍里描述的太阳。如果可以，
我还希望我的父母能够复活，我不是许愿机。克莱恩松开双手，笑笑道：我为什么要帮助你？戴里克一下愣住，好半天才道：我会奉献我的灵魂，我会用我的鲜血取悦你。我对凡人的鲜血和灵魂没有兴趣。克莱恩微笑摇头，看着前方少年的情绪一点点变成绝望的颜色。不等对方再次开口，他悠然说道：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我是一个喜欢等价交换的愚者，你可以用你能获得的一切从我这里，从和你相似的其他人那里得到你想要的事物，注意，必须价值相当，这能让你变得强大。也许有一天，你可以依靠自己，让白银之城摆脱诅咒，让天空重现。泰据对方刚才的描述，他有一定把握白银城就在所谓的神奇之地。当然，他暂时还无法100%确定，毕竟按照宗教典籍记载，天空没有太阳的状态还存在于第一纪混沌纪元，毕竟谁也不知道除了神奇之地，是否还有北大陆诸国不知道的奇怪地方。戴里克静静听着，沉默的低下头，过了一阵才回答道：我想成为太阳，想从您那里得到他初始序列的魔药配方序列。魔药，太阳，永恒烈阳教会掌握的序列途径，看来确实在同一个世界。而序列这个单词诞生于第一块亵渎石板出世之后，也就是第二纪黑暗纪元的尾声。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白银城真在神器之地，那表明这片地域至少是在第二纪尾声才与南北大陆分隔。这会不会和第三纪的灾变有关？传说里，黑夜女神、大地母神、战神出世，和风暴之主、永恒烈阳、知识与智慧之神一起庇佑人类度过的灾变。克莱恩从对方的话语里得到了不少信息，不过他听得很辛苦，组织语言更加辛苦，因为巨人语还不是那么熟练。幸运的是，古弗萨克语直接衍生自巨人语，而在这方面，克莱恩勉强算得上专家，所以他在巨人语的掌握上进度飞快，如今不至于露怯。克莱恩保持着姿态不变，语气平淡的回答道：这个交易可以放在接下来2天，你最好不要出门，尽量不要和其他人待在同一个房间。他不知道白银城的时间单位是什么，更不清楚这怎么与北大陆鲁恩王国的时间换算，只好笼统的表述为明天，等到塔罗聚会之后再告诉对方，以后就这个时间点，就这个。至于天这个单位，因为巨人语里就有。克莱恩认为白银城就算没用他来计数，对方也应该懂是什么意思。好的，服从您的吩咐。戴里克低头回答，没有提出异议。克莱恩暗自松了口气，手指轻敲桌缘道：在送你回去之前，让我们先完成刚才的等价交换。我给了你强大的机会，你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说过，我是一位爱好漫长历史的愚者，我索取的交换物是白银之城的历史。你所了解的那些。戴里克想了想，嗓音低沉的回答道：我会如实描述的，从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遗弃这片土地开始，白银之城就已经存在。不，在此之前它就存在，只不过还叫做白银之国。第138章巨人途径。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克莱恩往后一靠，保持住高深的姿态，在心里重复着白银城少年话语里的关键词。对于创造一切的主，他并不陌生。风暴之书、夜之启示录和民俗传说里的那位造物主就有类似的称谓，极光会等隐秘组织信奉的真实造物主也被冠以相同的描述。但全知全能的神，克莱恩还是第一次在这个世界听说。不管黑夜女神还是风暴之主、蒸汽与机械之神，都没有声称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果白银城真在神器之地，神器之地真属于这个世界，全知全能的神或许就是古老年代里那些生灵对造物主的尊称。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望着对面的少年，望着他那悲伤痛苦的情绪颜色。戴里克感受到愚者的注视，不由自主将脑袋低了一点。他回忆着书籍的内容和父母讲述的传说，缓慢又悲痛地说道：当太阳从天空消失，当云朵被撕出了缝隙，当闪电和雷霆成为主宰，藏在黑暗深处的怪物们突然出现，他们是那样的恐怖，那样的无法想象，让白银之国的城市一个又一个被毁灭。人类的深暗时代来临了，残余的强者汇聚于白银之城，依靠团结起来的力量和2件神奇的物品，终于抵御住了黑暗之物的进攻，并逐渐肃清了普通人类1天路程内的区域，建立起庇佑着人类文明最后火光的城邦。标准的教科书式说法。克莱恩忍不住在心底评价了一句。
对方的描述总让他感觉白银城所在的区域和北大陆不在一个世界。或许这就是神器之地的特殊，他没有丝毫情绪外露的想到。戴里克缓了口气，继续说道：最初的几十年里，植物无法生长，白银城严重缺乏食物，只能靠猎杀有肉体的黑暗怪物和某些变异的动物来充饥。人口开始难以遏制的飞快下降。幸运的是，后来找到了黑面草，它能在这种环境下顽强生存，成为了我们可靠而稳定的食物来源。它被认为是伟大的神明留下的最后眷顾，让白银城一代又一代的坚持了下来，在深暗时代坚持了2582年，这是历代首席记录下来的时间。其他的白银城子民则以闪电较多时为白昼，以闪电平息时为黑夜，一个交替为一天。因为这时常混乱，所以我们无法掌握准确的天数，真是奇特的地方啊。克莱恩庆幸自己刚才没有想当然的说明天，而是较为含糊的描述为接下来2天。戴里克简略讲完白银之城历史上值得铭记的几件事情后，转而说道，在人口恢复到一定程度后，非凡者的数量也随之增加。6人议事团开始组织精英小队去探索黑暗，到最近，到今天，我们已经探索完原本的国土和附近的城邦，正向着更浓重、更可怕的黑暗深处前进。在那里的边缘，我们发现了不少风格奇特但却遭遇了毁灭的城市。我们怀疑这是残存的其他人类建立的庇佑所。遗憾的是，他们最终依然被黑暗之物吞噬了。他描述的黑暗之物应该是指藏在黑暗深处的各种各样的正常人难以想象的怪物。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头。白银之国曾经处于巨人王庭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掌握的非凡链条正是巨人途径。我们又称它为神血战士途径。我们在杀掉某些怪物时，在探索那些被毁掉的城市时，又获得了一些其他序列的魔药配方，但链条并不完整，有着或多或少的残缺。戴里克开始介绍白银之城现在的状况。听到这里，克莱恩顿时精神一振，虽然姿态没什么改变，但他明显更加专注了。我最喜欢了解序列魔药相关的事情。巨人王庭、白银城和北大陆同一个历史，第2季的历史。杀怪物会掉配方，这是玩游戏吧？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些怪物曾经是人类，是非凡者。克莱恩忽然有了点沉重的感觉。戴里克见语者没有表示，咬了咬牙齿，斟酌着再道：巨人途径的魔药配方名称依次是序列9超凡战士、序列8决斗士、序列7武器大师、序列6黎明骑士、序列5守护者以及序列4猎魔者。更高序列的名称则只有6人议事团的长老才知道，序列4猎魔者。这就是高序列魔药配方的名称，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类似的事情。克莱恩因自己总算掌握了一个高序列强者的称号而感觉欣慰，但他怀疑这是古代的名称，与北大陆目前的描述有区别，就像风暴牧师与航海家的不同一样。超凡战士、决斗士、武器大师，有点耳熟啊。对了，战神教会掌握的完整序列和这个很像。序列9战士、序列8格斗家、序列7武器大师。因保密权限的问题，克莱恩只知道战神教会完整序列的前面3个配方的名称，但这不妨碍他将两者等同。从核心意思来看，基本一致。战神教会掌握的完整序列原来是所谓的巨人途径。这位据说在第3季，也就是灾变纪元才出现的神灵继承了巨人王庭的遗产，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位远古巨人。克莱恩一边做着分析和判断，一边保持着目光的淡然。戴里克又介绍道，度过最初的艰难以后，白银城一直由6人议事团统治，在里面处于最高位的长老被尊称为首席，其余5位则不分高低。当前的6人议事团由3位猎魔者、2位最有潜力的守护者和1位牧羊人组成。白银之城有3位高序列强者，半神半人的强者，这单独拎出来一个都能灭掉塔罗会几百次了。克莱恩听得一阵心虚，他还没试过在高序列强者眼皮底下拉人，不过考虑到对面的少年还只是普通人，连序列9都不是，很长时间内肯定不会受到高位者的关注，他又放下了心。牧羊人，这是另外序列里的不完整的那些序列，听起来和极光会的风格很像啊。那位我忘记名字的极光会成员写给细先生的信里就一直在提主的羔羊。克莱恩维持住悠闲的姿态，状似随意的开口问道。牧羊人，是的，这是我们从那些被黑暗之物毁灭的城市里找到的序列途径。
直到序列5牧羊人，但洛维亚长老非常强大，非常诡异，非常可怕。据说曾经对抗过高序列水准的恶灵且没有受伤，所以在6人议事团席位出现空缺后，他破例成为了长老。戴里克隐有些恐惧的回答。克莱恩想了想，微笑问道：牧羊人的前置序列是什么？我对此感觉熟悉，你知道的，历史里的称呼和现代的名称总会有不同。在白银之城，魔药的名称从未改变。戴里克本能反驳了一句，接着低下头道：序列9密奇人。果然，克莱恩因自己的猜想得到了证实而满意，这就是极光会的序列9名称。序列8耳语者，序列7隐修士，序列6蔷薇教士，序列5牧羊人。戴里克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原本讲述了出来。耳语者，倾听者，差不多。嘿，我可比职业者停根分布的资料了解更多了。克莱恩心情不错的示意戴里克继续。戴里克又大致描述了白银之城的现状，最后忍不住提到，我们承受着宿命的诅咒，不管普通人还是非凡者，死后都会变为恶灵，只是非凡者化成的恶灵更诡异、更恐怖、更难对付。历史上，这个诅咒好几次让白银之城差点毁灭。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由同样血脉的人亲手终结将死者的生命，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希望你能强大起来，找到让白银城子民摆脱诅咒的办法。空架子的愚者克莱恩只能给对方灌不要钱的鸡汤，所以我想成为太阳，成为太阳，在还有太阳照射大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遭遇什么诅咒。戴里克艰难又痛苦的低语道。克莱恩微微点头道，你会有机会的，记住，接下来2天，我随时会再次将你拉入这里，你尽量避免和其他人待在一起。好的，戴里克沉声回答。在此之前，你需要确定你的代号。克莱恩笑着指向青铜长桌的表面，那里已具现出一副塔罗牌。他相信对方肯定没有接触过这种事物，于是略略介绍道，选取一张牌做你的代号，愚者、正义和倒吊人除外。戴里克上前2步，翻了翻塔罗纸牌，几乎没什么犹豫的说道，太阳，我选太阳，记住你的选择，它将伴随你一生。克莱恩熟稔的用神棍语气说道。与此同时，他将手一伸，非常有自制力的中断了联系，然后看着深红的光芒缩回，看着对面的少年化作虚影，点点消散。第139章研究30782。眼前深红消散，戴里克·伯格再次看见了自己的卧室，看见了那个纯净的水晶球。咔嚓，水晶球从内至外地碎裂了，或化成一片片虚幻的光芒飞入周围的虚空里，或噼里啪啦落了一地，点点皆是晶莹。戴里克呆愣沉默地望着这一幕，从旁边铜镜的倒映里发现自己脸上的血痕斑驳错落，发现右掌的背面有深红的光芒内旋，凝出了一个放射着根根线条的圆形。这奇怪的符号转眼就钻入了他的手背，彻底消失不见。戴里克争了10几道闪电照亮天空的时间，终于从梦境一般的迷茫里清醒了过来。他望了望地上的水晶球碎片，又瞧了瞧自己的右手手背，目光逐渐变得深沉。走出卧室，回到客厅，戴里克打开大门，抬头看向白银之城上方的那片天空。一道闪电划过，万物蒙上了银灰，紧接着滚滚的雷声里，世界归于了黑暗。没有一点光芒的黑暗，深沉凝重到让人绝望的黑暗。戴里克的双手握成了拳头，眼中看不见喜悦，依旧残留着悲伤和痛苦，但他已不再茫然。忽又到了一个成员，不，又发展了一个成员。克莱恩失笑摇头，自嘲着塔罗会目前的实力。作为首领的愚者，竟然才只有序列9，刚消化完占卜加魔药。而太阳口中看不见一点希望的白银之城，至少拥有3位序列4的高品阶强者。再铺垫一次，就可以向队长说明情况，提出特别申请了。一旦成为小丑，我至少不再只是辅助。克莱恩没有停留，延伸出灵性，包裹住自身，往下急坠，穿透灰雾，闯过一隅，他回到了房间，解除了灵性之墙。接着，克莱恩拿起钥匙，拉门而出，先去邓恩定的2个房间看了看，确认队长和弗莱还没有回来，然后走到1楼，将钥匙推给了老板。老板瞄了眼侧面的壁钟，对他竖起了拇指。干得不错。喂，你以为我开个钟点房是做什么？克莱恩张嘴想要解释，可最终还是决定让对方继续误会。他颇感委屈的自我安慰道，
这样他就不会长舌头的在队长面前提到我另开了一间房的事情。又出去故作姿态的转了一圈后，克莱恩做了个快速占卜，根据结果返回旅馆，直奔2楼，意料之中的看见邓恩和弗莱正在其中一个房间内交流着刚才的调查情况。可以确认，怨魂是最近2-3个月才出现的。邓恩看了眼开门进来的克莱恩，点头给出了结论。克莱恩立刻附和道：我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将之前的问话简重点描述了一遍，末了道：呵，有位叫无赖格瑞的镇民还声称自己家里拥有初代拉姆的男爵的肖像，说那是1000多年前的古物油画，你不会花钱买下了它吧？邓恩辉眸闪烁，怔了一下，直接反问道：队长，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被骗的蠢货吗？克莱恩干笑道：没有，并没有，虽然我只是历史系的学生，但也听过一些考古系的课，在这方面拥有一定的经验，能初步鉴别真假。呵，那幅油画上的人很像我的历史教员阿兹克先生，他用随口一提的不在意态度讲出了最关键的事情。邓恩果然没有关注这一点，揉了揉眉角道：这种有古代遗迹的小镇，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古董。我刚才就遇见了贩卖拉姆的男爵银质酒杯的镇民，有人向我兜售拉姆德家族的徽章，说是从古堡里挖出来的。弗莱附和道。克莱恩下意识就问了一句：你没买吧？弗莱看着他，他看着弗莱，双方再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接下来的任务是，以恢复过来的你或者弗莱，拿着封印物3到782分去镇外没人的地方，否则大半个旅店的人都要变成只知道赞美太阳的白痴了。你先，还是弗莱？邓恩辉眸幽邃的望着克莱恩道。我克莱恩稍微举了下手，笑笑道：现在还不算迟，我回来可以睡个好觉，是2小时轮换一次吧？是的，弗莱，你和克莱恩一起过去，确认下交接的地点。邓恩侧头看向收尸人弗莱，分开调查的中途，他一找机会将封印物30782交给了弗莱，否则他早就被净化了身心，开始赞美太阳。而弗莱由于恢复时间不够，目前只能再支撑3小时。好的，弗莱从黑色薄风衣的内侧取下那枚变异的太阳圣徽，伸手递给了克莱恩。克莱恩相当好奇，很感兴趣地接过，只觉徽章的金属触感温润，内部像是有热水在流淌，那温暖和煦的光芒仿佛涟漪，一层一层的往外蔓延，带来纯净的味道。与此同时，克莱恩只觉这枚有太阳符号的暗金色圣徽在不断的冲刷着自己的灵性，除去杂质，留下纯粹。果然，封印物都有非常坑的一面，稍不留神就会死人，或者比死了更悲惨。他暗自嘀咕一句，将封印物30782带到了衣物内侧，确认好左轮、符咒和手杖的状态后，他与弗莱结伴走出房间，离开旅馆，直奔拉姆德小镇的外面。稀疏而冷清的树林旁，两人绕了一圈，确认周围几十米内都没有活人，如果有谁靠近，就将他赶走。弗莱冰冷阴沉的提醒了一句：2个小时以后，我来接替你，没有问题。克莱恩微笑回答。目送弗莱走入小镇，他找到刚才瞧好的半高石头，摘下旁边的树叶，擦了擦表面，然后他用手指触碰了一下石头顶部，就着绯红的月光观察了指头几眼，确认无误。克莱恩撩起黑色的薄风衣，一屁股坐了下去。能坐着就不要站着，他心里默默补充道。平静了几分钟，他望了望昏暗寂静、幽深可怕的小树林，忍不住站起身，从衣物内侧的一个个暗袋里掏出了不同的金属小瓶，绕着石头撒了一圈草药粉末和精油纯露。紧接着，克莱恩用赫密斯语诵念出一段咒文，借助材料喷薄灵性，密封了自身所在的区域。他这个简单仪式的目的有2个，一是不依赖占卜家对危险的预感，防备有死尸和鬼魂偷袭自己；二是驱散蚊虫，比花露水的效果好100倍。克莱恩满意的重新坐下，无聊的呆坐了几分钟，他颇为好奇的取下封印物30782，仔细审视起这枚变异的太阳圣徽，不知道能不能占卜出它的来历和特殊的源头。忽然，克莱恩闪过了一个有趣的想法，于是拿出随身携带的纸张和吸水钢笔，书写下占卜语句。我手中变异太阳圣徽的来源，作为一名合格的真正的占卜家，克莱恩早就为随时随地占卜做足了准备。默念占卜语句7遍，他闭上双眼，进入冥想状态，以此为跳板，开始了自身的梦境。梦境里，他只看见了一片纯粹的光芒，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收获。
教会以前肯定找别的占卜家试过，资料上没有来源，就说明并未获得有效的结果。就像我刚才一样。克莱恩叹了口气，转而想到，不知道排除掉干扰会有什么结果。这个想法刚一浮现，立刻就占据了他的大脑，让他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犹豫了十几分钟之后，他见夜色宁静，四下无人，自己又在小树林的隐蔽处，不会被路过者看到。于是站了起来，在灵性之墙内逆走4步，再次进入灰雾之上。巍峨雄伟的宫殿里，克莱恩坐在古老长桌的最上首，让面前具现出黄褐色的羊皮纸、黑色的圆副钢笔和那枚变异的太阳圣徽，感觉挺真实的。他拿起封印物30782，掂了掂，只觉形状和触感都与外界一样。直接依靠我的感受具现。克莱恩嘀咕一句，重新写下了之前的占卜语句。我手中变异太阳圣徽的来源默念完7遍，他拿着羊皮纸和封印物30782，往后一靠，进入了梦境。灰蒙蒙的虚幻世界里，克莱恩看见了一滴金色的、温暖的、光明的液体。他漂浮于祭台之上，面前立着一位穿白色古典长袍的男子。这男子只有背影，失去了所有的生命气息。他缓缓倒下，倒向了祭台。这个时候，他握着的太阳圣徽触碰到了那滴金色的液体，后者迅速渗透了进去。克莱恩看到这里，梦境飞快淡去，苏醒了过来。原来是因为融合了那滴金色液体，这枚圣徽才能一直有效，无法被控制。至少他被发现到如今，已过去了几十年，进化的能力始终没有衰退。不知道那滴金色液体究竟是什么，某种高品阶的非凡材料。克莱恩把玩着手中具现的封印物30782，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考虑了几分钟，他尝试着根据梦中的感受，让具现的变异太阳圣徽反向分离出金色液体。想到就已呈现出来，克莱恩震惊又愕然地看着面前不再那么温暖与纯净的徽章，看着那滴静静漂浮的金色液体，对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有了更高的评价。这足以称得上神奇了，哪怕只是分离具现出来的虚幻物品。这滴金色液体的来源，他相当兴奋地写下了新的占卜语句。第140章，作死能手。这滴金色液体的来源默念7遍占卜语句后，克莱恩拿着羊皮纸，握住虚拟的金色液体，往后靠向了椅背。他不知道依靠这纯粹凭借感觉分离具现出来的物品是否可以进行占卜，只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过几秒，克莱恩眼眸转身，由褐变黑，进入了冥想状态。他的眼皮垂了下来，看见了虚幻而朦胧的梦境。那片灰蒙蒙且呈现支离破碎模样的世界里，突然跃出了一轮金色的、耀眼的太阳。一道低沉的哼声隔着无数的虚空传来，纯粹明净的光芒瞬间点燃了一切。金色而灼热的火焰疯狂席卷往外。轰！克莱恩一下脱离了梦境，浑身颤抖着翻倒向侧方，身体已然变成了火炬，正熊熊燃烧。此时此刻，他的思绪完全狂乱，没有一个正常念头浮现。轰隆隆，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出现剧烈的摇晃，巍峨宏伟的宫殿一寸寸坍塌，古老而斑驳的青铜长桌被砸出了坑洞，砸成了几段。这可怕的变化只维持了3秒钟，灰雾之上又恢复了寂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克莱恩身上的金色火焰也逐渐熄灭，他表面焦黑的翻滚着，惨叫着，直到思考的能力初步回归。他撑住高背椅的扶手，艰难站了起来，对刚才的遭遇又惊恐又茫然。在此之前，他完全没想过仅仅一次占卜会带来这样的后果。他喘了几口气，抬头环顾四周，发现亘古不变般的巍峨宫殿和古老长桌都遭遇了破坏。这对从来没什么异常的灰雾之上来说，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伤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占卜是不是指向了某位不可思议的存在？克莱恩稍微恢复了一点，边让身上的焦黑脱落，边对事情做着猜想。要不是有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挡着，我恐怕已经连灰都不剩下了。难道那滴金色液体是神血？我刚才看见了永恒烈阳，或者他麾下的强大天使？不，那是一轮太阳，我感觉更像前者。我去，难道我直视神灵？克莱恩越想越是后怕，觉得自己险些就彻底交代了。真是无知者无畏啊，不作死就不会死，以后不能什么东西都拿来占卜一下，谁知道会看见什么？再来一次的话，我真不知道这片神秘空间还能不能帮我挡住最致命的伤害，到时候就死透了。如果继续用金色液体尝试，
肯定是不行的。刚才那一次永恒烈阳的存在，也是受到了灰雾之上占卜隐秘、诡异和突然的影响，没来得及做出更多反应。如果他有了准备，这片神秘空间恐怕真挡不住。想到这里，克莱恩的身影恢复了正常，不再焦黑，但相比之前，暗淡虚幻了几分。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给出了恢复宫殿和长桌的想法。那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和青铜铸就的长桌瞬间复原，一切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克莱恩坐了下来，靠住椅背，自嘲一笑道：“这也不完全是坏事，至少我弄清楚了这片神秘空间的极限大致在哪里，有了确定的目标。得接近神灵的天使才能完全撬动灰雾之上的力量吧？哎，我的占卜家守则必须再添加一条内容了，不得随意占卜可能涉及高位格生物的事情，也不要乱开灵视。如果直视了什么不该直视的东西，或许就当场 game over 了。在外界可没有这片神秘空间为我抵御绝大部分不好的影响。”又缓了几秒，克莱恩的表情突然变得古怪，因为他的脑海里在回荡着一些知识。对，知识。刚才与那位疑似永恒烈阳的存在接触的短短瞬间，克莱恩是一直处于占卜状态的，所以本能的从对方身上占卜出了一些事情和知识。他赶紧用梦境占卜的技巧回忆和整理了不在最初目的内的收获，拿起具现出来的黑色圆复钢笔，一条一条写道：1. 不可直视神， 2. 纯白天使， 3. 日炎符咒的制作技巧。这是相对比较高级的太阳领域符咒，效果能维持1年才衰减，可以不用举行仪式向永恒烈阳祈求，而是用封印物3到782分代替，从这枚变异的太阳圣辉内窃取力量。4. 对风暴之主、知识与智慧之神非常敌视。5. 歌颂者魔药配方。主材料：结晶太阳花1朵或者1只成年火狮鸟的尾羽或者纵火鸟的尾羽，海妖之石1块或者歌唱葵1朵。辅助材料：仲夏草1根，7月9之夜5滴，精灵暗夜1片。6. 奇光人魔药配方。主材料：光辉石1块或者赤白之魂的粉末或者敬畏的血液或者熔浆巨怪之心。辅助材料：金边太阳花1朵，父子之夜3滴。7. 光之祭司魔药配方。缺主材料，辅助材料有迷迭香5克，金手柑之液7滴，盐水。8. 序列4无暗者魔药配方。主材料可用变异太阳圣辉内提取的金色神血，另外还能使用成年太阳神鸟的3根尾羽和神圣光辉石1块代替。辅助材料缺。写完以上8条，克莱恩忍不住敲起了青铜长桌边缘，这收获比他想象的要多不少。对他而言，能在刚才那次冒失鲁莽的占卜里存活下来就已经很满足了，谁知道还有这额外的生存奖励。从职业者内部的资料里，他知道永恒烈阳将会掌握的序列途径叫做太阳，而序列9正是歌颂者，一个以歌声为自己和同伴带来勇气和力量，带来虔诚和服从的职业。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赞美太阳吧。对应的序列8是奇光人，能施展一些太阳领域内的法术和仪式，非常克制死尸和鬼魂。序列7则叫做太阳神官，在本领域内的法术和祭祀能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也就是说，我获得了太阳途径序列9和序列8的完整魔药配方。与以前那些不同，这一次的魔药配方还列出了可替代品或不同时期的材料名称，不愧是直接从永恒烈阳那里占卜到的配方。克莱恩欣慰地想到。对于白银之城那位少年的请求，他原本的打算是看倒吊人能否解决，毕竟风暴之主教会和永恒烈阳教会同为最古老的正统教派，时而合作时而对抗的过了几千上万年不止，在前者内部收藏有太阳途径的起始序列简直再正常不过。倒吊人之前或许不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没申请调阅过相应的资料，但以他很可能是序列7航海家的身份，真要去获取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现在不需要他了，我自己就解决了，以一种匪夷所思又极端危险的方式解决了。正义小姐，倒吊人先生，太阳同学，你们的愚者差点就变成焦尸了。克莱恩还有点后怕的在心里吐槽着，他又低头审视了羊皮纸上的记录，思考起另外的配方。光之祭司难道是太阳神官的古称？不对，职业者的内部资料根本没这么提过，而且我占卜到的内容也没有标注，这是序列6还是序列5？序列4无暗者，这是我收获的第一份高序列配方。可惜啊，缺辅助材料的名称，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补齐。那滴金色液体果然是神血，
封印物3到782分恐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强大。在我看来，它足够成为1分级封印物。应该是以前的职业者只验证了这件物品有没有活着的特性，对周围人类的危害有多大，控制影响的难度有多高，是否可以对付死尸和鬼魂，没有也缺乏办法弄清楚那种特殊的源头。这枚变异的太阳圣辉恐怕都能对抗恶灵了。当初的验证人员怎么可能轻松找到恶灵来实验？作为一个合格的职业者，我没办法成为封印物3到782分的主人，但可以找机会制作日炎符咒，窃取它的力量。这次是不可能了，我根本没准备相应的材料。我一个黑夜女神的职业者，怎么可能随身携带太阳领域的材料？克莱恩遗憾地揉了下额角，见灰雾之上再没有别的动静，终于放下了心，确认永恒烈阳没有顺藤摸瓜的找到这里。不可直视神，不可直视高位格生物，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永恒烈阳对风暴之主、知识与智慧之神的敌视简直强烈到了极点。为什么呢？纯白天使是什么玩意？思绪纷呈间，克莱恩感觉到了脑袋的空乏和疼痛，而且他认为时间已经过去许久，必须尽快返回外界，免得被谁发现异常。之前他以为也就是在这片神秘空间占卜2、3次，不到1分钟的事情，而且有灵性之强间隔，一旦被触动，在灰雾之上的自身立刻就会有感应，所以觉得非常安全，没去考虑太多意外因素。结果险些作死成功，耽搁了不少时间。因为害怕出去之后迎面就是一道净化之光，或者发现变异的太阳圣辉被损毁。他提起了一颗心，让灵性包裹住自身往下急坠，绯红色的月光映入眼帘，黑暗深沉的隐藏于内。克莱恩重又看见了稀疏的树林，看见了前方的杂草，看见了掌中完好无损的封印物30782。提心吊胆了几秒钟，他终于相信自己安全了。呼，克莱恩吐了口气，有种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后的深切疲惫。